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。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場正在廣闊太平洋兩端全面展開的戰略競爭。這場賽局連接了東亞和拉丁美洲這兩個我們感覺好像很遠的大陸，但它正在重新定義全球的權力地圖。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，你知道嗎？有一個遠在地球另一端的大陸，現在已經成為台灣在國際舞台上能不能生存下去的關鍵戰場。這就是我們這次要深入探討的核心，裡面的利害關係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。接下來我們會從5個角度來拆解這盤棋。首先，看看戰場是怎麼從大家熟悉的大西洋轉移到更廣闊的太平洋。再來看看台面上有哪些新玩家，他們各自在想什麼。接着，我們會深入聊聊台灣一種很特別的外交策略，以技術換支持。然後，面對中國的經濟攻勢所掀起的一波斷交浪潮，最後我們會把格局拉高，看看這場超越外交的基礎設施賽局到底是在爭什麼。好，我們進入第一個關鍵點，一個遙遠的戰場。傳統上，我們一講到拉丁美洲，腦中浮現的可能都是歐洲、美國的影子，他們的文化、經濟看的方向都是朝向大西洋。但這個情況在21世紀可以說是出現了天翻地覆的改變。以前拉丁美洲的文化、經濟命脈幾乎都跟歐洲、美國綁在一起，他們看的是大西洋。但進入21世紀之後，亞洲的經濟引擎開始全力發動，產生了一股非常強大的拉力，讓他們的眼光不得不轉向更遼闊的太平洋。你想想，這背後的誘因得有多大？因為太平洋可比大西洋大了整整1.5倍，要跨越它，不管是成本還是決心，都是一個巨大的考驗。接下來我們來看看，在這片新的戰場上，主要的東亞玩家們各自都在打什麼算盤？他們到底想在拉丁美洲得到什麼？在這片新戰場上，各方的策略可以說是壁壘分明。中國這邊目標非常直接：第一，拿戰略資源；第二，在外交上孤立台灣。它的主要工具就是我們常聽到的“一帶一路”，用大型基礎建設跟大規模貸款來開路。那日本跟韓國呢？他們更關心的是糧食安全，還有開發當地的高端市場。所以策略上，他們比較常用官方發展援助，也就是 ODA， 再加上民間的產業投資。至於台灣，走的就完全是另一條路了。我們的目標是維持邦交國，鞏固主權，打法是透過具體的技術合作、公共衛生、醫療援助來爭取盟友的支持。如果我們把這些動機量化來看，會發現最大的驅動力佔了整整40%，是為了戰略資源。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電動車電池絕對不能少的鋰礦，而光是拉丁美洲的鋰三角地區，儲量就佔了全球60%以上。第二大誘因佔了1/4，是糧食安全，像是巴西的大豆、智利的水果。再來2成是看準了那裡高達6億人口的新市場。而我們前面提到的外交空間爭奪，其實只佔了最後的15%。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：在這種資源跟金錢的巨浪衝擊下，台灣要怎麼辦？答案是我們不跟他們拼錢，我們拼的是專業。這就是台灣獨特的軟實力策略。這套策略的核心，我們可以稱之為以技術換支持。用白話文來講，就是台灣提供邦交國他們最需要的農業、醫療或科技專業知識，去幫他們解決最頭痛的實際問題。那作為交換，這些國家會在聯合國這些國際場合幫台灣發聲，提供最直接的政治支持。這是一種非常務實的合作模式，而且這套策略是很有成果的。比方說，在尼加拉瓜，台灣的農業技術團曾經幫助他們的稻米產量翻了整整3倍，讓這個國家從需要進口糧食變成可以自給自足。在巴拉圭，我們不是直接帶無鍋魚過去，而是幫他們發展當地原生魚種的養殖技術，這樣才更能貼近在地的需求。放眼整個中美洲，我們也設立了各種客製化的技術團，專門解決他們當地最棘手的問題。這就是軟實力的具體展現。不過，台灣這種細水長流的軟實力經營，正面對着一股非常強大的逆風。接下來，我們就要來看這場賽局最核心的衝突：中國是怎麼樣透過經濟攻勢，成功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斷交浪潮。
以前台灣的外交官都會用一個很聰明的論述去說服我們的邦交國。他們會說，你如果選擇跟中國建交，你只是160多個國家裡的其中一個，很不起眼。但你如果選擇台灣，你是我們10幾個盟友之一，我們會把你當作最重要的夥伴。對小國來說，這個分母的大小決定了你被重視的程度。這個說法曾經非常有效，但現在面對中國開出的龐大經濟支票，它的說服力正在一點一滴的流失。這股斷交的浪潮可以說是一波比一波快。2007年，哥斯達黎加開了第一槍，沉寂了10年之後，2017年地緣位置極度重要的巴拿馬轉向，讓整個情勢急轉直下。接着2018年迎來一波高峰，薩爾瓦多和多明尼加相繼斷交，再來是2021年的尼加拉瓜，還有2023年的洪都拉斯。你可以感覺到這個壓力是一波一波上來，而且速度越來越快。但如果你以為這只是外交上的拉鋸戰，那格局就看小了。接下來，我們把鏡頭拉遠，看看這場透過戰略基礎設施布局的更宏大也更隱秘的賽局。這場賽局裡有一顆非常關鍵的棋子，就是位在秘魯的前凱港。注意哦，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港口升級案，而是一個由中國國企主導、砸下幾十億美金、從無到有蓋出來的超級深水港。它的戰略目標非常清楚，就是要成為整個南美洲的資源運往亞洲的最主要出口。要理解這個港口的本質，你只要記住一個數字：60%。這是中國的航運巨頭中遠集團在這個計劃裡面的控股比例。60%代表什麼？代表絕對的主導權，從營運到未來的發展方向都會由中方牢牢地控制住。如果你正在聽，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。前凱港的戰略影響是多層次的。第一，它打造了一條從南美直通亞洲的高效率物流走廊，可以大幅縮短運輸時間。第二，它能有效地繞開有美國影響的巴拿馬運河，同時也挑戰了這個區域裡其他的港口。第三，也是最關鍵的，它讓中國的國家影響力像釘子一樣深深地釘進了全球供應鏈的核心。第四點，這當然也直接踩到了美國的紅線，他們擔心的不只是一個商業港口，而是在他們的傳統後院出現了一個潛在的戰略立足點。所以我們看到一個巨大的轉變。過去我們總認為太平洋是一道天然的屏障，把亞洲跟美洲隔得遠遠的。但現在它不再是屏障了，它是一條極度繁忙的戰略走廊，錢資源、權力都在這一條走廊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流動。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，我們看到拉丁美洲的戰略重心正從跨大西洋轉向跨太平洋。在這片新的競技場上，中國、日韓還有台灣各有各的盤算。台灣靠着以技術換支持的軟實力，確實取得了成果，但同時也正面對中國用龐大經濟誘因掀起的斷交浪潮。而超越外交層面，像前凱港這樣的基礎設施，更顯示出這是一場影響深遠的供應鏈跟地緣政治賽局。這也為我們留下最後一個問題：當金錢、科技和政治在這片新的前線持續碰撞，誰才會是最終形塑拉丁美洲未來樣貌的那個玩家？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加訂閱、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